站在你面前的是唯一活着收到中国国礼词的人，也是最快审批中国签证的美国人。他是美国一家典当行的老板。2022年，他收到一本泛黄的相册，一开始他并未在意，翻开后却如遭雷击。经过多方查阅资料，他猜测这些照片很可能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时期。腐烂的尸体、被砍下的头颅，还有标注着地狱般的南京路，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记录了日军侵华的暴行。他意识到这不仅是历史罪证，更关乎真相与正义。于是他在网上发布视频求助，有不少中国人对他表示感谢，但也有许多日本人对他进行侮辱谩骂。美国媒体质疑他炒作，极端分子甚至发出死亡威胁，这令他不得不每天穿防弹衣出门。但他却坚定地选择将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领事馆。他知道中国人喜欢红色，特意打上红色的领带，还为此学了几句中文。捐赠仪式上，为表示对他的感谢，中国代表送给他一件礼物。这件礼物用塑料袋装着，看起来并不起眼，然而它却是象征最高礼仪的国礼词。国礼词制作成本至少6位数，在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格为8000万，而他却不知道它的价值。他在向网友展示一下这个瓷器后，便将这件瓷器放在店里，当做一件普通的装饰品。直到他刷到一位网友的评论：你手里的并不是普通的瓷器，而是中国的国礼瓷。这是中国外交部送出的最高规格礼品，通常只有国家元首才有资格收到。而从新中国成立至今，能以个人身份收到过国礼瓷，在全世界只有3个人。第一位是在南京大屠杀中庇护25万难民的德国人约翰·拉贝，第二位是用生命支援中国抗战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，而他就是第3个人。这一刻，他大脑一片空白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猛地从床上坐起，直接冲出家门，打车回店里，将国礼瓷收回并妥善保存。从相册到国礼瓷，从威胁到荣耀，他用行动证明，守护真相不分国界，平凡人也能成为照亮历史的光。他就是历史真相的传递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本期视频带大家认识一下中国的朋友埃文·凯尔。2024年11月17日，当时刚抵达中国不久的埃文·凯尔去看中国升旗，因一件军大衣差点落泪，我才知道中国报恩有多硬核。在冬日凌晨4点30分的北京，当天凌晨气温接近0度，大家都裹得严严实实，个个虎背熊腰的情况下，他为了表示敬意和尊重，只穿了单薄的西装。这时一旁的大哥直接上演中式热情，不顾小哥的劝阻，硬生生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穿到了埃文·凯尔的身上。大哥说，他对我们中国做了也很大功劳，我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回报他吧，让他到中国也像到家一样。 Thank you. This warms my heart. This is the coolest coat I've ever 自从他下飞机以后，脸上的笑容一直都没停过，因为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会有热情的中国朋友认出和他合影。还有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，希望埃文·凯尔能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品尝当地美食，也许这就是朋友。来了有美酒，这一份热情和尊敬都是他应得的。迄今为止，埃文·凯尔是首位活着以私人身份收到咱妈国礼瓷的人。三哥家的网友表示，埃文不是美国人吧？他做了什么贡献，让中国用这样的方式接待他？2025年1月28日除夕夜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蛇年春节联欢晚会，他被我国隆重邀到了央视春晚的现场。和他一起出现的，还有那件传说中的无价之宝——国礼瓷。这可是我国外交部对于外国友人送出的最高规格的礼物。而埃文·凯尔和中华民族的珍贵友谊，是一个即使看过无数遍也仍然会感动的故事。为了将日军侵华的罪证捐给中国，他不仅拒绝了日本人的重金收购请求，还因此受到过多次生命威胁。经历了重重困难后，这本记录了日军侵华时期罪证的相册才终于得以公之于众。2022年9月，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典当行里，店主埃文·凯尔迎来了一位客人。这位客人带来了一本老旧相册，生活落魄的他希望用这本相册换些生活费。埃文接过相册，翻开的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里面是30多张保存完好的老旧照片，记录着二战时期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。每一张照片都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人的心上。埃文从未想过人类竟能残忍到如此地步，他感到脊背发凉，汗毛倒竖，仿佛相册中的血腥气息透过纸张扑面而来。此时埃文深感责任重大，他说从没想到同样是人类，为何有人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。
尽管他本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，但直觉告诉他，这些尘封的照片应当被全世界看见和铭记。于是埃文自费购买下了这本相册，并精心制作了一段视频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被尘封的历史。视频发布后反响热烈，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网友们纷纷留言，他们告诉埃文这些照片应该是日本侵华时期犯下的罪证，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所有中国人的伤痛。深受触动的埃文为了进一步确认相册的真实性，特意拜访了当地的一名历史教授。教授看完以后告诉埃文，这些照片确实是日本侵华时期的罪证，他们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，也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。历史上的日军在战败前夕曾试图销毁大量证据，以掩盖所犯下的罪行，因此这本能流传下来的相册自然显得弥足珍贵。埃文这才意识到，他手中的不仅仅是一本相册，而是一段被试图掩埋的历史。他觉得这本相册不能留在自己手中，更不能被出售，他必须回到中国，回到那段历史的发生地。埃文·凯尔从未想过自己的一条视频会引发如此巨大的风暴。当他将捐赠相册的意愿发布到网上时，原本只是想了解具体的捐赠流程，却没想到评论区瞬间被恶意淹没。谩骂和诅咒如潮水般涌来，甚至有人威胁他说，如果你敢把相册捐给中国，最好先给自己打造好一口棺材。这些充满敌意的言语让埃文感到前所未有的惶恐。网络上的攻击很快蔓延到现实中，埃文发现自己的店铺外面开始出现一些陌生人，他们像幽灵一样注视着店内的一举一动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危险的气息。这一天，一位神态神似日本人的亚洲男子走进店里，假装对一件古董怀表很感兴趣。他一边把玩着怀表，一边若无其事地与埃文闲聊。渐渐的，男子的话题转向了那本相册。男子试探性地问道，听说你有一本珍贵的相册，愿意出售吗？并给出了一个极其离谱的高价格。这让埃文立刻警觉起来，冷冷地回应说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这本相册我是不会卖的。然而这名亚裔男子并未放弃，反而加码道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外面有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可以送给你，我可以直接给你，只要你把相册给我。I have a car loaded like it. I can give you one. 听到这话的埃文怒火中烧，直接打开店门，毫不客气地将男子赶了出去。然而这名鬼鬼祟祟的男子并未离去，而是在店外不停地徘徊，还时不时地接打电话，似乎在策划着什么。1小时后，埃文不得不再次出门驱赶走这名不怀好意的男子。此时的埃文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压力，为了保护相册，埃文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。他穿上了防弹衣，将真正的相册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，并制作了一本假相册作为诱饵放在店里。果然不久后的一天夜里，店里真的进来了一个小偷，试图偷走那本相册。幸运的是，小偷只找到了那本假相册，真正的历史证据依然安全。面对日益严峻的威胁，埃文不得不暂时关闭了店铺。他明白，只有将相册安全捐赠出去，才能真正结束这场梦。在这场风暴中，埃文并非孤身一人，无数在美华人用鲜花和留言表达着对他的支持。终于，中国大使馆传来好消息，所有手续已经完成，只等埃文前来进行捐赠交接仪式。这一天，埃文穿上正式的西装，他提前查阅了中国人喜欢红色，还特意扎上了一条红色领带。另外，细心的他还为相册准备了一个带有中国元素的蓝色印花礼盒，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他对这次捐赠的重视。在前往领事馆的路上，埃文的心情复杂激动，他特意临时学了几句中文，准备在会面时用中文自我介绍。尽管发音并不标准，但他的真诚与善良却深深打动了无数的中国网友。很高兴见到你，我的名字是 Evan K。在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的会客厅里，埃文·凯尔神情庄重地向中国代表讲述着那本相册的来历。他说，自从得到这本相册后，一直在查阅相关资料。当了解到日军侵华时的真相后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同样是人类，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？埃文的语气中充满了悲痛，仿佛那段历史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。埃文还说，他知道这本相册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，所以他不配拥有这本相册，而且任何私人都不该保存它。埃文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地说道，他最好的归宿就是放在中国博物馆里，向全世界展示日本的罪行。
日本更应该正视过往发生的事情，不能总是想着毁灭证据、掩盖真相。中国代表听完埃文的讲述，也被这个外国小伙的正义感打动。为了表达感谢，中国代表拿出一件小礼物递给埃文。起初，这件小礼物只是用一个普通的塑料袋装着，看起来并不起眼。当埃文打开礼物时，发现里面竟是一件做工极其精美的瓷器。他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，仔细端详着瓷器的纹路与光泽，忍不住拍了一段视频发到网上。他在视频中幽默地说道：“这件瓷器用来盛饭应该是不合适的。”第二天，埃文便将这件瓷器放在店里，当做一件普通的装饰品。他希望这件来自中国的礼物能为店铺带来好运。深夜的时候，埃文舒服地躺在床上，刷着自己前一天上传的视频评论区。一开始的几条评论让他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有人调侃他说：“兄弟，你被坑了，那瓷器在某宝上才卖几十块，随便糊弄你一下，你就当成了宝贝。”埃文翻了个身，心想：开什么玩笑，这样精致的瓷器怎么也得值上几千美元吧。然而随着他继续往下翻，一个来自中国网友的留言让他的笑容瞬间凝固，心脏开始扑通扑通的乱跳。那条评论写道：“你手里的可不是普通瓷器，而是中国的国礼瓷。这是中国外交部送出的最高规格礼品，通常只有外国国家元首才有资格收到，比如俄罗斯的普京。”埃文瞪大了眼睛，瞬间有点慌了。但更让他震惊的是，评论接着说道：“从新中国成立至今，能以个人身份收到国礼瓷的只有3个人。第一位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无私奉献，拯救了无数国人的生命。第二位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德国人约翰拉贝，而你就是历史上第3个唯一在世的那个人。”这一刻，埃文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猛地从床上坐起，连睡衣都没换，直接冲出家门，狂奔到自己的小店，把那件瓷器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，生怕自己之前的随意对待会让他受到一丝损伤。回到家后，他盯着那件国礼瓷看了许久，彻底没了困意。那天晚上，他在网上疯狂查阅关于国礼瓷的资料，越查越震撼，甚至一整夜都没能合眼。经过深入了解，埃文才知道这件瓷器的价值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。他手中的这件双耳机油黄彩瓷可以叫做喜上眉梢或者锦上添花，是由中国知名瓷器大师谢锦华耗费2年时间精心制作的。整个烧制过程极其严苛，从上万件瓷器中仅选出一件最完美的，其余全部被打碎销毁，以确保它的唯一性和尊贵性，才能成为国礼瓷被赠予最特殊的人。然而，这件瓷器的真正意义远不止于工艺之精，它更是一种象征，一种承载着中国人情感与认可的信物。拥有它的人便自动获得了一个尊贵的称号——14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更是让埃文目瞪口呆的是，据说持有国礼瓷的人，如果对着它许愿，便能召唤出一条东方巨龙，实现心中的愿望，而这个能力甚至还能代代相传。2020年，当全球遭遇特殊时期，德国海德堡医院的医疗物资告急，而当时的中国同样处于紧张状态。但即便如此，中国依然伸出援手，派出专机紧急运送了超过2吨的医疗物资，解决了海德堡医院的燃眉之急。而这场援助的背后，还藏着一段家族传承的感人故事。当时海德堡医院的一位医生托马斯·拉贝在向中国求助时，内心其实并没有抱太大希望，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，每个国家的资源都极度紧缺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中国不仅第一时间回应，还直接派出了专机。当托马斯·拉贝看到那架飞机缓缓降落，机舱里满载着药品、防护服和口罩时，他的眼眶瞬间湿润了。他终于明白，他的祖父，那个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拼尽全力拯救中国平民的约翰·拉贝先生，即使在去世多年后，依然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后代。回想起自己随意地将这件瓷器摆在店铺里，还曾拿来炫耀，埃文不禁后背发凉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当初那位中方代表在赠送瓷器时特意叮嘱他务必好好保管。他此刻只觉得一股巨大的责任感涌上心头，哪还敢像以前那样随意摆弄。从那天起，他将这件国礼瓷藏了起来，找了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从此再也不敢轻易示人。埃文的心境彻底发生了变化，他录制了一条视频，真诚地向中国表达感谢。他终于明白了，那件瓷器不仅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，更是一种沉甸甸的信任，一种属于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方式。
它背后承载的是中国人对历史的铭记，对善意的珍视，对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执念。或许真正的国礼并不只是那件瓷器本身，而是它背后承载的那一份信任与情谊。而这份情谊足以跨越国界，超越时间，永远留存在那些曾经善待中国、帮助中国的人的心中。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，中美关系虽然经历着风雨和波折，甚至在宏观博弈中常显冷峻，但埃文·凯尔的故事却像是一道穿透浓雾的阳光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，在政治的宏大叙事之下，人类对于正义与真相的追求是相通的。这种情感不分国界，更不分党派。埃文·凯尔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小伙，在面对重金诱惑时不为所动，在面对死亡威胁时穿上防弹衣，也要守护那段惨痛的历史真相。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，更是出于一个现代文明人对人类良知的最后坚守。他用一个人的孤勇对抗了试图抹除罪恶的阴谋，这正是我们常说的大义。希望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祝福，让这份跨越海洋的情谊能够被更多人看见。愿正义之光常在，愿那些守护真相的英雄永远被世界温柔以待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